如果你学舞是按顺序记动作的话，难怪你记不住了。想知道为什么大多数的编舞人都不需要死记硬背自己的原创舞蹈，而且记别人的编舞速度也很快吗？这虽然跟多年练舞有关，但视频前的你也同样可以做到，只要你掌握这个以编舞的角度来记忆动作的方法。今天作为我产后2个月正式复出跳舞的第一天，我就用 Jenny 的 Mantra 为例，把这套宝藏秘诀分享给你。不管你是自己扒舞还是课上跟老师学习，这套方法都同样适用哦。但首先，大家可以帮我决定一下，这个窗户要放在哪里吗？在没有房屋的框架下，我们很难决定。有了框架，哎，不对，这里还有扇门，我们才知道窗户应该开在房子的右边。记动作就是一个道理，我们要不断的给自己设定框架。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学习 mantra 的时候，我跟着视频顺动作，最先进入我大脑的是这个地方。注意，我记的是地方，并不是具体动作。你可能纳闷，什么叫记住地方？这里就涉及到了编舞记忆法里的第一个原则：动作的空间。如果你编一个舞蹈，全程都站在一个地方跳，在空间的角度是没有动态，不好看的。编创时，我们将表演场地分为9块，舞者可以在任意一点开始，朝任意一点移动，就像这支舞从中间开始，然后往正前方行进。其次，身体本身又有8个朝向和上中下3个高度，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朝向和高度往同一地点移动，或者在同一地点以不同的朝向和高度做动作。认知学研究发现，人类的空间记忆能力远强于单纯的序列记忆，因为它能更好地激活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区域。因此，与其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记动作，我们把这段舞分成4小段：侧身一段，前进一段，斜侧身一段，再回到正脸一段。这就是这段舞的初步框架，应该作为我们记动作的第一步。但是对于每一段里面的动作，我们又该如何快速记忆呢？让我们对比一下第3和第4小段。第3段臀部朝斜侧前方，朝向决定了我们的体态要向左拧转，并强调臀部动作的设计。而第4段正脸朝前的动作，编导设计成了4肢在左右2区域舞动的棱角形。不管这个编导是先设计了动作，然后让这个动作去决定其朝向，还是先有了朝向，再把动作填补进去，动作和空间是互相作用的。所以之前分的4小段内容，每一段其实都有自己的主题动作。这时候我的记忆就成了：开头手部动作一段，前进脚加手一段，斜侧方臀部动作一段，再回到正脸左右棱角形动作一段。注意，舞蹈动作的快速记忆靠的就是尽可能的缩小动作记忆范围。我们现在把划分好的空间又加了主题动作，那在主题动作之内记动作，是不是就更有方向又更容易了呢？所以这个时候，记忆具体动作的最佳时期就到了。拿第1小段为例，整段舞都在用手跳舞，感觉这个顺序需要死记硬背。其实不然，仔细一看，它其实在讲故事。一个漂亮的女孩拿出粉盒，打开，拿出粉扑，抖一下，粉末都飞散开来，然后给粉扑打个聚光，涂在脸上，再抖一下，化妆完毕，关上粉盒，就到了洛杉矶。原来她展现的是一个漂亮女孩在闪耀出场前化妆的场景。知道了故事情节，我们都根本不需要记动作了，因为化妆的步骤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吧？在舞蹈里，我们只要把动作夸张化就好。所以这里就用了编舞记忆法里的第2个原则：故事性。你会发现很多编舞里都有故事，我们要学会善于脑补这些故事情节。又比如整段舞的结尾，歌词唱到 swing both way， 意思就是左右摇摆不定，所以编出来的动作也是左边右边啊，头好晕啊的感觉。但是对于抽象的动作，我们又该如何记忆呢？在记忆过程中，我对这个打鼓手的动作印象深刻，因为它不只出现1次，但我不知道它具体出现在哪里，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。一个是从 Shine in the LA 之后往前走的时候加了一个这个手，然后第2次是从这个背面转过来，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然后又做了一些动作之后，我的这个动作就会出现。
然后这个动作之后就会是下面的动作。在记动作时，我们可以把自己先有印象的动作记住，然后把它们放在我们建好的框架里作为地标动作，然后从这些地标出发，看看它前后都分别接了什么动作。它这里做完之后，它就是做这个挥手的动作，然后再加这个打手动作。这就像认知学中的锚定效应一样，这些地标动作就是我们记忆中的锚，帮助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定位和组织其他动作信息。所以我们这样，地标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的记忆也就慢慢形成了。而这些在我们脑中先入为主的动作，通常都是特别有张力、有个性又独特的动作，在编舞里称为高光动作或者主题动作。它们往往是编导在创作时受音乐启发最早迸发出来的灵感动作，会在编舞里重复使用，并在重复中变化。比如第2段是这么做，而第4段是这么做。通过空间、故事性和高光动作这3个编舞原则，我们知道了动作的记忆应该先利用空间来搭建框架，再在框架里识别动作主题，给舞蹈分段，再利用故事性和地标动作来填补记忆空缺。然而，这只是最初步的把动作顺序记忆下来。想要把舞蹈像样的跳出来，我们还要搞明白每个动作的连接，比如第2段到第3段的连接，以及每个动作是如何发力，靠哪儿发力。就像第3段这个臀部是先往上2下，再往下2下，这个发力是不一样的。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深度讲解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，同时更应该通过舞蹈基本功的训练来疯狂的加强自己的肢体协调性、灵活性、控制力和发力等等。因为不搞定这些的话，就算你记住动作顺序了，身体也没有能力将我们从一个动作推进到下一个动作。所以，快来跟我一起练习基本功吧！